台湾的印刷产业非常竞争，一度还出现了销价的状况。现在有一家44年历史的印刷大厂，他们成功转型了，主攻的是桌游还有立体印刷，年产值超过了3亿。印刷、切割、自动分类、制盒、封膜包装，一气呵成的生产线，每一步不能错，一错从头再来。看起来是传统印刷大厂，但现在是全台湾最大的桌游军火库。在印刷厂内呢，机器不断的运作，有自动跟半自动的一个设计，所以可以看到现在左手边这一块呢，就是准备到日本的桌游礼盒。那其实呢，他们接的国外订单有占了60%左右，靠着这样不断努力的成果之下，打造出年收3亿的商机。转型的时候很痛苦，就是要付一些代价。做得不好，当然是没有办法到市场去，就是要辛苦的，就这样再换成新的。44年的印刷厂历史，赖金盛从早期代工印刷，进步到现在立体列印。桌游生意包括海外市场，有东南亚、日本等国。尤其是现在你看到的桌游产品，是印刷转型的最大推手。刚开始他只有做1000的，我们也不是连说他很少，我们没做，我们就开始研发。做了他就满意，后来就一直做到1-2万副，因为不能看一种，但是桌游确实成长很多，还有扑克牌。2012年以前，印刷厂大多代工，随着大陆、泰国同业不断销价竞争，印刷产业外移，赖金盛毅然决定放弃现有客户，转型做2种产品。合作厂商包含智慧型手机、酒商大厂、日本百货等等，都是旗下大客户。从年仅100万的规模，拼出年产值3亿业绩。桌游跟扑克牌营业额应该超过了我们本身的那个营业额，本来是4成，现在今年可能会有6成，就整中到1亿多、2亿、3亿这样子做。因为明年的话，应该还是看好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稍微有一点点停顿，但是不影响很大。机缘巧合，台湾第一款政治讽刺桌游《美丽岛风云》募资成功，团队找不到中国桌游又肯接小订单的台湾印刷厂，作品设计师刚好是赖金盛长女同学，因缘际会促成桌游情分，进而填购更多机器生产。光是眼前这些印制机器，至少花费1亿台币，尤其是日本客户对于产品要求更高，更需要大量的人力投入。进了蛮多新的设备，那在新的设备进来的话，其实很多东西都要做一个衔接。意大利的制盒机来的时候是2位意大利技师来，他们说的不是非常标准的英文，但是他们当然的操作方面是很纯熟的，但是他们就待了2个月的时间，然后这样子带路，慢慢的教我们怎么做。随手一推，扑克牌张张分明，这可不是电影场景，一般人也能随手做出荷官技术。用的是印刷厂特制的赌场专用扑克牌，包含纸张、打印技巧，成本都比较高，已经准备扣关国际赌场，开创出另一波印刷通路。品保啊，或者是说我们在生产前都会先看一下它的品质状况之后，我们才有办法出货。对，因为在日本来说，它的对品质是相当的要求，印刷啦，或者是它的分牌啊，还是包装啦，都是在我们厂内一贯作业。从代工印刷发展到桌游军火库，印刷厂化被动为主动。年近70的董事长继续推陈出新，第2代3位女儿准备接班，要在竞争激烈的印刷市场打出火烫商机。TVB 新闻钟德龙、来明台北采访报道。去年